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猪废皮，今天来分享迷因币，你知道吗？目前加密市值前100名中，已经有9个命币占据榜单。这几天市场行情反弹，市值前500名中的涨幅榜也明显看到 ，meme 是涨幅最高的赛道。当迷因币占据市场焦点，如何用杠铃策略聪明投资？我们该如何聪明地拥抱迷因币？首先 ，meme 有没有价值？这个问题已引起投资者热议。meme 好 ，meme 坏，只要爆拉，人人爱。在万物皆可迷因化的币圈，任何玩笑与事件都有可能转化成一台造富机器，自然也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追梦人赌上一把小 meme。当前加密市值 Top 100中已经有了9个 meme 币，大狗、二狗、帽子狗、蓝蛙、绿蛙、张嘴猫、猫狗、青蛙们正在加密货币的群像中逐渐向大 C 位靠拢。记住这几天大盘反弹，看看市值前500中的涨幅榜，也会发现一部分 meme 也是涨得最凶的那批，生于草莽，强于拉盘，精于传播，困于风险。meme 们混合住迷人又危险的特质，类似梁山好汉的108席，只要坐上便是英雄。至于英雄之前是知其犯侣之辈，还是杀人越货之徒，成王败寇的逻辑下并不重要，比争论谁是价值币更重要的是拥抱变化。杠铃策略，两头都是注意力投资。在这轮加密周期中，大家越来越认同的一个玩法是杠铃策略。杠铃的一边是持有大饼以太再加 SOL 等公认的大市值相对稳定的代币，另一边则是持有各类跟着热点走的 meme 币们，一边稳下线，另一边赌上线，一边稳定持有，另一边快速换手。至于杠铃中间的 VC 币和所谓价值币们，则相对减少仓位或者前脆一律放弃，本着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你可以认为这就是投资者面对当前市场结构的变化做出的精明思维结果，并且在这个杠铃策略中，杠铃两头的共识越来越大，基础建设有价值，应用有价值，叙事有价值，但一切都没有注意力来得有价值。杠铃左边凝结着持久的注意力，右边则代表着短暂易逝的注意力。加密投资本身也就是一场注意力投资，捕捉注意力的脉搏才有流动性，也为价格的 pump 可能是 dump 提供基础。你这么想，精明的机构们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从去年12月开始，由 A16Z 提供支援的对冲基金 Stratos 一直运营着一支持有 WIF 的流动基金，当时 WIF 价格为0.01美金 ，Stratos 一度获得了300倍的利润。无独有偶，顶级 VC Pantera 也公开表示持有 meme 币，其合伙人 Paul Veredita-Kit 曾撰文表示 meme 是伪装成玩具的特洛伊木马，用典故来证明 meme 将吸引更多人入门加密。当你在纠结 VC 币高 FDVD 流通割韭菜时， VC 们自己也在杠铃的一边玩起了 meme。注意力及价值，这是加密世界中无论任何参与者都必须敬畏的道理。专案 meme 化效果无限大，生于草莽，精于传播。meme 的这2个特性也被专案方们看在眼里，于是你会越来越多的看到专案们从启动到运营，逐渐也在拥抱 meme， 试图用更亲民的表达来拉近与加密社群的距离。比如下一个备受期待的天王级专案，并行 FMEM 叙事加持的 Monad， 在自己底层基建和硬核技术的定位下，甚至专门在官网做了一个 meme 作图器，方便社群以 Monad 为主题制造 meme。而你也越来越多的看到关于 Monad 的介绍帖子和文章中，总会有一个与 Monad 紫色 logo 相对应的悲伤蛙形象出现。同理，那个 L1 里最像 meme 的 Barricade， 甚至从品牌利益的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成一只可爱的熊，熊链的叫法也就自然而然地传播开了。在后面更细节的产品设计中，你也能看到熊吃蜂蜜的梗用在它的代币和流动性设计上，这其实也反映着当下注意力有限的加密市场环境中 meme 有着让人更好记忆与传播的价值。仔细观察加密专案们的注意力行销，其实一切都没有变过。早年加密专案们更喜欢以较难理解的专业术语来宣传自己，例如100万 TPS 有向无环图高并发 FMEM 相容等。资本和韭菜看了必然能产生一种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我觉得很厉害的感觉。币圈发展到今天，市场参与者们逐渐陷入一种疲劳症，术语听了太多，反而没啥新鲜感，反倒是容易传播的青蛙头们更有意思。传播策略也好，交易策略也罢，拥抱 meme 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浪潮。不要陷入 meme 是否有价值的讨论，将珍贵的时间投入形而上的思维内耗中毫无价值。质疑 meme， 理解 meme， 然后拥抱它或者远离它，就这么简单。另外，有些加密货币新手或许还是不太清楚，目前有个 meme 币占据加密市值前10名，长期位居第8名。
这个迷因币也就是众所皆知的狗狗币。究竟狗狗币是什么来头呢？如果对它的由来还不太清楚的观众朋友，让我来为您介绍吧。狗狗币，加密世界中的另类奇迹。Dogecoin 狗狗币是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迷因币，灵感来自于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柴犬表情包 Doge。从本质来讲，狗狗币是一场偶然发起，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加密货币运动。从技术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完全开源、无需许可、去中心化、点对点的加密货币。多年来，狗狗币聚集了大量的忠实用户，核心社群在推特、Reddit 及 Discord 上活跃。这个项目有着典型的山寨币基因，甚至被创始人始乱终弃。然而，玩笑般的喜剧特征并未损害它在加密货币界的生存能力。跟随本片一起来认识狗狗币，通过了解它的生存之道，你或许能发现加密货币世界的另一面，一个世界级的玩笑。2012年至2013年，比特币经历了第一次暴涨，从2012年1月初的$5飙升至2013年11月的$1000。市场狂热使得大量山寨币跟风发行，但其中多数不虚一时便卷款跑路。在这个背景下，当时在 Adobe 公司就职的 Jackson Palmer 提出要创造一种不严肃的加密货币，以讽刺逐利的市场没什么好玩的。他以当年大热表情包柴犬 Doge 为灵感，在推上写道自己正在投资狗狗币，并且坚信它就是下一个爆款。偶然看到贴的 IBM 软件工程师 Billy Marcus 联系了 Palmer， 希望将其变为现实，并迅速完成代码构建。事实上只花了3小时，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创造狗狗币。2013年12月6日，有史以来第一款meme币狗狗币诞生了。Palmer 和 Marcus 带着玩笑的心态制定了它的规则。相较于比特币交易确认需10分钟，他们采用莱特币的 Script 算法，把狗狗币改成1分钟。比特币总量控制到2100万，每4年需减半。狗狗币第1年的发行量就有1000亿个，而且每年都增发50亿个。后来甚至不设上限，每挖出一个狗狗币区块，矿工都会收到1万 Doge。很快，人人都是百万富翁，甚至他俩还把挖矿改叫挖洞 dig， 因为狗狗不懂什么叫挖矿，狗狗只会刨。两位创始人对狗狗币不抱任何期待，认为只是一时兴起整活罢了。然而得力于魔性的狗头和揶揄的气质，狗狗币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大众社媒和论坛的追捧，尤其是在 Reddit 等网站上受到热烈欢迎。从第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不过即使人气爆棚，狗狗币却一直保持低价，所以对于那些追逐高回报的投机者和中心化机构来说，这个币并不引人关注，也不容易受到炒作的影响。尽管狗狗币在价值上不够引人关注，但其趣味性显著。好奇的网友们闻风而来，发现狗狗币如此好玩，迅速在 Reddit 上自发形成社区，进行热烈的宣传推广。一时间，狗头表情包铺天盖地，仅用2周时间，狗狗币论坛粉丝数就突破了100万。甚至在2位创始人意识到之前，已经有人组建了狗狗币的矿池和周边服务。一位网友写出了 Reddit 小费机器人程序，当有作者分享了值得鼓励的内容时，就可以透过机器人送出5个狗狗币作为小费，表示赞赏和肯定，也就是日后人们熟悉的打赏概念。极快的交易速度，非常低廉的费用，小额支付等技术特征，加上幽默可爱的形象，狗狗币作为打赏币可谓有着天生的优势，用户纷纷用它代替点赞。打赏数额从几百到几万个不等，虽然实际金额微不足道，观感上却十分爽快。假如用比特币或以太币打赏，可能要付的 gas 费都比小费的价值高，数字看起来也不够大气。打赏潮流不仅带火了狗狗币，也给平台注入了新的有趣玩法。有谁会不喜欢这些奇怪的小奖励呢？就这样，通过一次次打赏行为，狗狗币在 Reddit 用户之间产生了流动性。随着流量价值的凸显，越来越多平台开始接受狗狗币打赏，不仅限于打赏狗狗币，社区自发组织了许多丰富的活动。成员们在社交媒体上以 Shibes 自称宣传每日正气的口号，积极参与全世界的公益事业。2014年，牙买加雪橇代表队10年来第一次获得冬奥会资格，却因路费不足无法成行。狗狗币社区自发筹措资金，支持他们出国参赛。后来又筹集6780万枚狗狗币，当时约合5.5万美元，赞助草根赛车手乔西·怀斯，帮助他参加美国 NASCAR 全国运动赛车竞赛。美国人的 F1，怀斯在赛车上喷涂了狗狗币的标志。在世界水日时，再次众筹3万美元，给非洲肯尼亚修建水井。
解决当地饮水问题。尽管数额不大，狗狗币社区始终致力于践行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的价值观，攒下不少好感。Doge 原型日本柴犬 Kabosu 狗狗币基金会为他建了一座纪念铜像。社区自治自嗨，不到2年时间，创始人 Palmer 和 Marcus 相继退出狗狗币开发工作，但社区并没有因此解散。40多名协作贡献者组成了新的开发团队，也一直不乏有志愿者参与其中。事实上，作为一个诞生于2013年的古老山寨币，狗狗币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如此独树一帜的表现，社区自治功不可没。最初，狗狗币意在打破全球加密货币叙事的严肃性，创造一种有趣而友好的互联网货币。在2位创始人隐身后，狗狗币社区通过自我治理、集思广益的方式展开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自治氛围，开创了 meme 币的发展新范式。作为狗狗币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之一，特斯拉和 SpaceX 的总裁、偶像级人物埃隆·马斯克曾发推文表示，狗狗币是他最喜欢的数字货币之一。社区没有错过这个整蛊的好机会。经投票，他以绝对优势当选狗狗币 CEO， 而马斯克本人也乐于接受这次恶搞，开始为狗狗币频频带货。狗狗币诞生于一个玩笑，经历过市场的考验和磨砺，通过社区自治形成了良好的社区氛围，创造了更高的社群共识和内在价值，互帮互助传递善意，给社会带来了些有趣，将荒谬变成现实。那么如何获取狗狗币？目前有很多方法可以获得狗狗币，比如从交易所购买，或通过社交平台小费打赏，也可以通过挖矿获得。作为莱特币 Script 算法的衍生品，狗狗币最初只需要 GPU 计算机即可挖到，但自 ASIC 矿机加入以后，全网算力飞升，单独挖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为了避免竞争并降低安全风险，狗狗币开发人员改用了联合挖矿模式，即允许与共享相同Script 算法的其他加密货币进行合并挖掘，比如莱特币矿工在挖矿时可以同时赚取狗狗币。狗狗币自2014年2月起取消了供应量上限，并且已有超过1000亿的流通量。社区认为没有限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将有效鼓励人们消费，而不是囤积狗狗币，并防止早期采用者获得过高的收益。狗狗币的现状，正如无心插柳成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狗狗币有潜力成为一种高效的、极具实用性的货币，在充满玩笑和 meme 的表象之下，是不断巩固的实用性根基。例如，其自诞生起就具备的小费特性，经过多年发展，使用狗狗币在网上商店进行消费已经成为可能。随着狗狗币支付集成到 BitPay、Coinbase 等第三方支付及一些支持狗狗币的预付卡提供商，狗狗币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货币。近期 X 公司前身推特表示，即将推出支付功能，继续向万能应用迈进。支付功能计划最初只支持法定货币，但随着开发的进行，未来可能支持加密货币资产支付，这与马斯克对狗狗币的热情不谋而合。本轮市场热炒 ETF， 以太坊 ETF 的通过无疑是里程碑时刻，为众多加密货币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许多人也认为 Dogecoin ETF 或许存在可行性。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请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吧，谢谢大家。